从 S400 到 S500，为何如此受世界各国的青睐？中国有可能进口 S500防空系统吗？俄美点名中国，却还泼了我国一盆冷水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俄罗斯 S500防空系统或迎首个买家，俄美直接点名中国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虽说仍然是美国，但是俄罗斯防空武器的实力却是一直走在最前端。世界各国对该国的防空系统都非常感兴趣，例如 S400防空系统，至今也才出口中国和土耳其2个国家，更不用说伴随着 S500防空系统的出现会引起多大的热议。近日，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就对外透露，已经有国家有意采购俄制的 S500防空系统。尽管他没有透露出具体国家，但却表示这其中有已经采购 S400防空系统的国家。至此，俄罗斯媒体则点名中国。S500防空导弹系统主要任务是在弹道轨迹末端打击中程弹道导弹，最大射程可达3500公里，以及洲际弹道导弹，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弹道轨迹终端实施打击。去年，俄罗斯军方对该防空系统进行了测试，并试射了世界上还没有类似性能武器的新型导弹。俄罗斯军方计划在2021年接收首批 S500防空导弹系统。有传言说，美国媒体对此表示，一旦该防空导弹系统在明年面世，那么随着这款防空神器在俄罗斯军方服役，美军最先进的5代机 F-35将会面临巨大的威胁。从 S400 到 S500，为何如此受世界各国的青睐？ S400防空导弹可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、近距离到远距离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。针对第5代战斗机的干预进行了特别的优化，具有反战术以及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，最大射程可达到400千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都想尽办法阻止各国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的原因。一旦购买，美国先进战斗机在 S400面前等于摆设。S500防空系统除了拥有 S400防空导弹更全面的基本性能以外，其高空反导能力也比 S400强很多。据悉 ，S500会配备新型防空导弹，最大射程能超过600公里，最大射高为200公里。假设 S400防空导弹拦截成功率只有40%，那么 S500一旦服役，其拦截成功率至少提高1半。在看到 S500的优势后，中国真的有可能进口 S500防空系统吗？这个想必不用多说 ，S500第一个进口国很可能就是中国。俄罗斯媒体此次还特意点名了中国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被俄罗斯人泼冷水。俄罗斯技术总裁明确表示 ，S500在量产后5年内不会出口给任何一个国家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在明年服役，各国想要拥有该防空系统，至少也要等5年。话说回来，就算中国会购买，也不会大规模进口。毕竟，我国早已经拥有同类型的红旗系列防空导弹。购买俄罗斯的 S500也不过是想从中借鉴该国技术的亮点，从而在我国红旗系列防空导弹的技术上研发出更强大的空中防御网。届时，美军 F-22甚至是 F-35想要穿过去，都要掂量掂量。就如俄罗斯人此前所说的那样，中国人比他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。前脚想要派出航母，后脚就出事故。中国怎么都没想到英国人玩这招，我们被耍了吗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消息显示，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突然遭遇严重事故，因为设计质量不合格，加上操作不当，造成管道破裂，轮机舱出现严重积水情况，内部的电气设备也都损毁严重。一直以来，英国对威尔士亲王号都非常重视。该航母除了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的2号舰以外，也是英国建造最大、造价最高的航母。英国皇家海军就此次事件对外表示，由于该航母遭遇严重事故，损毁非常严重，因此计划将已经安排好的各项军事行动被迫全部取消。这也就意味着与该航母有关的全部行动都会被取消，其中包括该航母前往美国进行 F-35舰载机的着舰训练，以及近期对外宣传将派出航母前往亚太地区围堵中国。英国最近正在跟随美国的步伐，不断叫嚣中国，甚至要中国为英国在疫情期间所有的损失赔偿。如果不从，将会派出炮舰，企图以这种方式要中国屈服。与此同时，
日本媒体报道，英国计划明年将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战斗群，部署在亚太地区。显而易见，英国叫嚣中国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。为了配合美军在全球实现海军的存在，英国近期还大幅度增加了军费，但是就该国的实力来看，很难支撑其强大的野心。想跟随美军派出航母，重新实现半年前的炮舰政策，如今看来怕是很困难了。航母还没开始行动，威尔士亲王号就出现了严重的事故。这不是该航母第一次出现事故了，此前就有多次报道该航母遭遇事故的新闻，例如大范围停电和严重漏水等。例如今年5月份，威尔士亲王号刚服役不久，航母上就出现了水管问题，航母瞬间变成水帘洞。连接发生事故是当前英国制造业实力衰退的缩影，说明该国已经不再具备生产大型舰船的能力。可以说，就算此次不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故，英国想通过派出一艘航母玩炮舰政策也是不现实的。英国海军军力甚至不如日本，大部分护卫舰都在进行维修，驱护舰麻烦不断，航母更是问题连连。想用这样的一艘航母让我国屈服，实在异想天开。英国不是我国海军的对手，这个我们早就知道，可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居然被该国耍了。前脚想要派出航母，后脚就出事故，外界第一反应就是该国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取消军事行动不仅能向美国交差，而且可以不得罪中国，要不然哪来如此凑巧的事情？或许英国最开始就没想真的跟中国对抗，只是做给美国看的。想必谁都没想到英国人会玩这招。英国要派炮舰让中国为疫情赔钱，我国为何不怒反笑？如果英国派大舰巨炮过来，我国举双手欢迎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除了中国以外，疫情仍然还在全球各国迅速蔓延。虽说美国是当前疫情的重灾区，但英国的疫情严重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全球大部分国家。数据显示，英国累计确诊人数达到172万，死亡人数超过6万，而累计治愈人数才仅仅3736人。现在该国不想办法如何挽救国内危机，也开始学习美国那一套。一名英国公知在近日宣称，英国应该为了疫情给该国造成的损失找中国索赔，并且表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中国派出炮舰，把炮舰和制裁摆在台面上。针对这一则消息，中国网民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都笑了。21世纪已经演变成美国和中国共治的时代，英国如今也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军事实力的国家，加上该国还在不断分裂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国显然没有面对现实，仍然以为只需派出几艘炮舰就可以让中国屈服赔钱。不得不说，英国的身体虽然进入了21世纪，但是脑子还是停留在了19世纪。目前，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总吨位数仅48万吨，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的总吨位相比，还要少上1吨。如果排除潜艇、非战斗潜艇和战斗力低下的护卫舰在外，英国海军能拿出手的也只有2艘女王级航母和6艘4-5型驱逐舰。伊丽莎白女王级说的好听点儿是艘航母，说的难听点儿就是个摆设。该航母频繁出现发动机泡水、机库漏水以及大轴渗水的事故。不仅如此，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至今都没有专属的舰载机，要是碰到需要搭载舰载机的军事演习，还需要向英国皇家空军或者美军陆战队求支援。如此一来，6艘4-5型驱逐舰顶个球还不够我国海军塞牙缝的。如今中国海军总吨位数近230万吨，054A、052D、055型大型驱逐舰、075-27攻击舰，还有2艘6万吨级的航母。举个例子，英国海军军舰只要出现在我国海域，旁边就会有10几艘甚至几十艘中国军舰围观，就这还怎么有勇气跟我国海军叫嚣？当然，如果英国派大舰巨炮过来，中国双手欢迎。英国海军保留的大舰巨炮也就是那么几艘，无论是该国有名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，还是贝尔法斯特号轻型巡洋舰，哪一艘开过来都是好消息。风帆战列舰以及轻型巡洋舰都是我国缺失的历史，这要是开过来停靠在港口，顺便连接一盏桥，就是新的5A 级风景区。要是去舰上参观，光是门票钱都有不少。因此，在面对这样的国家叫嚣声，当成笑话娱乐一番就好。